大家好，我是木头人。今天这一部影片非常的重要，我要来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使用这台云锯机用了10多年，那我没有受过很严重的伤，那我是怎么操作的？有哪些错误的动作是绝对不可以去做的？在社团常常看到许多朋友因为使用云锯机而受伤。云锯机在操作的一些技巧是比较细的，那有很多的特殊情况，你如果完全没有学过云锯机，你贸然的去使用这台机器的话，其实是很危险。那今天我就会列举好几项使用云锯机绝对不可以做的动作。那不废话，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最基本就是锯片的高度，许多新手会犯的错误，他会把锯片抬得比你要切的木料还要高。那实际上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这个锯片只会比木头大概高个半公分就可以了，不用高的太多。那你让锯片大量的暴露在外，那万一你的手真的被锯片切到，那就会很危险。那你如果高度只是高一点点，那可能就只会是皮肉伤。所以在高度的调整上不要偷懒，该降就把它降下来。第二点是分片板跟保护罩。以使用圆锯的新手来说，我是建议是一定要把分片板给装上去。那有些机器的款式是只有分片板，没有前面这个保护盖。有这个保护盖可以防止你手经过这个锯片的锯切范围。后面这边分片板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你木头切过去之后，因为这边有个铁板挡住嘛，所以这个木板不会往左滑动，木板就不会因为碰到这个锯片导致这个木头反弹。第二个作用是木材这种材质其实是活的，你把它切开之后，你在切的过程中，这个木头就会一直变形。那有时候前面锯路明明是3mm，可是你切到一半就发现前面的锯路竟然不见了，它两片木头合起来，这时候就会把锯片给夹住。你在推的时候就会发现越推越难推，阻力很大，那这时候就会有点危险。你要么赶快停机，要么赶快把它推过去。那有分片板的话，也可以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但其实常常在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我常常是不装分片板的。那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很清楚的了解，不使用分片板的情况下，怎么操作是安全的。我知道怎么去避免这些危险。那因为新手不具备这相关的知识，所以分片板是很必要的。那有的机种连分片板都没有，那要怎么处理？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原厂的这个盖子把它换掉，自己用木头做一个。我手上这就我自己做的。那我在锯片的后方锁了一根螺丝，那这个螺丝的尺寸要比这个锯片的厚度还要小。像我这个锯片是3mm，我这个螺丝2.5mm，我这样切的时候才不会摩擦到这个螺丝产生阻力。现在切过去之后，因为这个分片杆的作用，里面这块木头就没有办法往外跑，就不会有被锯片打到的问题，然后导致反弹。那也可以维持这个锯路的大小，不会让两片木材因变形而夹在一起，导致夹锯片的问题。我锁的这个螺丝是有螺纹的，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紧的，是锁进去这个木材里面。你不能随便钉一个钉子，然后松垮垮的，那就很危险。那如果万一钉子脱落，那反而会产生危险。没有分片板最容易产生的危险是什么原因？木材没有很确实的靠紧重切靠板，那你往前推，木头的前方越来越开到3mm左右，木材就会被这个锯片扫到，那就会这样子反抛回来，就会打到你。不然就是你推过锯片之后，你没有把它推得再远一点，你就在这就松手了，机器是会震动的，就会导致木头的晃动，那木材又被往后带。如果只是木头弹开，那都还事小，万一你的手顺势被带到锯片这里，那你的手就断了。那如果被这个反弹的木头打到会怎样？我只能告诉你，会非常爽，你可能会有内伤，淤青是一定的。我被打到过2次，被打到是眼前直接一白，然后就躺在地上打滚，非常的痛。那大家可能会想说，那老师你为什么不用分片板？你自己背吧嘛？那也不是，其实使用分片板的状况下，有些比较特殊的云锯机操作会没有办法去进行。那这部分牵扯太多，我在这不细谈。那我现在的做法是，这个盖板我会做2个，一个是有分片板的，一个是没有分片板。那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做替换。
那有些圆锯机种，它的分面板是快拆型哦，那你不要的时候一拔就掉了哦，那就会方便很多。再来是第3点，没有使用推把。重切因为你的手会非常靠近锯片，所以你如果使用手来操作的话，不是不行，那它有一定的难度。基本上你看到很多老塞，它都是用手推哦，这都是很正常的。那我常常有时候偷懒也是都用手推哦。那不过手推的情况下，我会注意几点，我的手会拖在这个靠盘上面，我不会整个放在这里哦，这样万一木头飞走，我这边有勾住这个靠板哦，所以我的手不会整个被带走哦。你的手完全在下面推的话，它那个反抛速度是非常快的，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你手就跟着过去了。那就很危险。然后当然我还是强烈的建议哦，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那尽量还是使用推把。当然你如果看到我影片没有用，也不要骂我，因为我是白目的老手。那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推把基本上会有2种，一个是这种后面有个沟槽，它可以勾住木头往前推。那另一种是这种压把，它是负责让木头确实靠近这个重驳靠板。跟靠板之间如果有缝隙的话，就会造成反抛，就非常危险。这个基本上是重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要确实的靠好。那我有个小技巧可以教给大家，如果只用这个推把的话，要怎么确实把它靠好？我除了直推，我的手还有往右扭的力量，让木头有一个往右的力，让它靠近这个靠板，它就可以从头到尾都贴紧。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这样推，再到前面继续压。这样也可以。那其实我在国外的影片很常看到有老外这样子用。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因为前面你没办法确实的压紧哦。如果前面会这样开开的，很容易就瞬间造成这个木料的反，尤其是锯片没有很利的情况下，所以我建议还是使用这样子的推把，可以前后都压到，让这个木料确实贴紧台面。第4点，锯片太钝了，然后又不去换它。那锯片钝了能不能切？当然可以。你要省一点，不想花太多钱在磨锯片，你想让它再用久一点，没有问题。那有个重点是什么？不要使劲的去压住这个木料。正确的切法，你是要让锯片很顺的切割你的木材。等于就是说你在推送的时候，你木材是一定会有切割阻力，没有错。可是如果是你要非常压得非常紧才吹得动的状态下，那就会很危险，因为你过度的施力就很容易造成你手滑的状况。如果你推到一半，你因为压太紧张，或者是锯片太钝，你压得很紧，你手滑的瞬间，你手就往锯片冲，或者是这边手滑，结果就直接往前冲了，那木头还在这，木头就往回弹了。那左手手滑的话，手就是直接往前冲，会撞到锯片，被锯片割到。所以正常的操作下，手是很轻松的压着它，等于我大概都只会出3分力贴着，然后右手也3分力，不要出太大的力去推，让它顺顺的切割。那你如果需要出很大的力，代表你锯片不利，或者是你锯片马力不够，你切太厚，你推的速度太快。这都是原因。不过不管是什么机型，然后它马力多大，基本上你的推送速度，都要根据这个锯片现在的锋利度，它的马力强度来去调整。就是以手可以轻松的推送为原则。如果需要使很大的力去压才有办法推送的话，那你就要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锯片钝了，还是你推太快？那除了以上几点是造成切割的阻力，那还有一点是新手没办法察觉的，就是这个重驳靠板没有跟锯片平行。锯片前方这里假设是10公分，那后面可能是9.9、9.8，那实际上后面比前面窄，那你越推就会越紧，所以你就会觉得，怎么切起来都很不顺。那你就得去调整重驳靠板前面的调整钮，去调整它跟锯片的平行度。有时候切割不顺也不一定是锯片钝了，那可能是你在切割的时候推的速度太慢，或是你常常切太高，导致它过度的摩擦。那这个锯片表面就会有一些油脂跟木屑卡在这锯片上面。那你可以把锯片拆下来，
把那个表面的这个脏污给它清洗。那除了这一点以外，第二点是切割的组。那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润滑的问题。那这个木头上面没有油脂，还有台面太过干涩都是问题哦。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金属的润滑液，在锯片开启的状态下去喷，哦，把这个表面都散油，台面跟靠板都给它喷一遍。那你就会发现切割的时候相对就会顺非常多。第四点，太害怕这台机器，我们必须敬畏机器没有错，可是你不能因为太害怕机器，你用错误的姿势来操作。那我看过有人是这样的操作的，他站在这边，这样子推，为什么他要这样推？他很怕木头反弹，打到自己。可是你因为错误的姿势，你反而增加木头反弹的几率。因为你这样子，你根本没办法确实靠近，而且你根本看不到这个木材到底有没有贴紧中薄靠板。这样子推反而更危险。那正确的应该是你木头如果在这里，我们稍微侧身，确保木头真的往后，万一木头真的往后弹，也不会打到你。不要这样站在它正后方，稍微侧身，这样子去推送。第五点是推把压错位置。假设我要切好几条一样宽度的木材，我这样往前推，那这时候外面这块是不要的嘛？很多人会这样子压，这样往前推，推到木材切断之后，这个木材还持续压着这个锯片，就会导致这块木头往后弹。那正确的方法是要压这个切割线，让里面这块木头确实靠近这个重切靠板。那如果有分片板的话，其实不用压也没有关系，因为它都会贴紧靠板。左边就不要理它，就不要去压。第六点，木料没有确实贴紧中薄靠板。只要木料跟靠板的这个间隙如果达到2-3 mm， 就会导致锯片夹死，木头就会反抛。所以在切割的过程，最重要就是要看这一条线有没有确实都贴紧，有没有密合。那如果有分片板的话，基本上是不会造成反抛的问题。第7点，木材靠错面。不管是重切靠板还是横断靠板，基本上就是木头的长边去靠，不会这样子靠，因为这样子靠不稳，就容易晃动。你推送的过程只要稍微扭动，就会把锯片夹死，木头就反抛了。而一般圆锯机种就操作就是记得大面去靠。那横断推台也一样，不要这样靠除非你使用的是推台锯。推台锯它的推台上面是有夹子可以固定木料的，所以这样子切都还是会稳。那如果是一般的机种，推台没有这种功能这样子推送就会有晃动的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木头反抛。所以横断就是这样子切，重切就是这样子切。第8点，不使用任何靠板去做切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的师傅会这样子切直接这里画一条线，我就这样手抓着去切。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危险，在装潢界这个动作其实还蛮常见的。那你也不能说它不对那因为他们真的是手中的手。当然比较注意的是，你并不是他们，你不要看他们这样做你就跟着做这个动作真的很危险你只要推送的过程中稍微一扭曲，锯片就夹死，那木头就直接被往后弹。这样子的操作方式，你手必须非常稳定，而且必须照着你的线很精准的切割，才不会造成反抛。第9点，横断推台跟重切靠板一起用很多人会想说，我这个木料很长那我这边要取10公分你就这样子调10公分，然后这样靠上去切断，这样不是很准吗？这是很多新手会犯的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那因为机器是会震动的，这个木材推过去切断了，那这块木头是不是卡在这个地方？那这时候如果木头稍微歪斜，会发生什么事？它就会跟锯片冲突，会被锯片夹死，那这块木头就会往后弹。不能这样操作。那如果我这块木头很长，我要取短边如果这样子抓又很危险
哦，因为这里靠的量太少哦。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操作嘞？哦，找一块稍微宽一点的木材，不要太窄。哦，放在这里，量这块木板到锯片的距离。哦，假设我要10公分，我这样抓好之后，把这块木板移到后面来。如果你有 F 夹，把它夹在这里。接着这个木头就把它靠在这个木块上做定位。哦，这样这一段距离就10公分。哦，那你就跟着这样子切过去。哦，那切断之后，这个木头跟靠板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哦，所以它不会造成木板滑动之后夹死锯片的问题。用这个方式操作就 OK。哦，但要注意的是什么？你不能不理这块木头，你继续切哦。继续切的话，到这里就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跑，就会被它往后扫。不过这要看你的分片板的设计啊，有些分片板是很接近这个锯片的，那它会被分片板挡住。那现在这个情况，分片板跟这个柱子有一段距离，那就会有危险。所以要看你的机台状况来调整。通常我就是先关机，把这块拿走。当然你如果要在运转的状态下直接拿也是可以。只是要注意什么？不要拿的时候顺势把它往锯片转了，要把它往右移走。当然新手我还是建议停机再把它取走是比较安全的。第10点，切横段的时候扶错位置，基本上要切断这块木材，我们不能去抓右边这里，不要这样子去推，因为你抓这边很容易造成木板没有确实靠好横段推台，那就会造成夹锯片的问题。所以正确的方式只抓左边这里，然后顺的推过去，切断之后再把这一块木头拿走就好了。停了，再把木头拿走。那接着讲第11点，这时候关机的方式，你如果手摸得到开关，就直接按开关关机就好了。你千万不要蹲下来，视线在这个小木料前方，要去关机器，因为这个木料很小很轻，它很容易被这个锯片给扫到，就会往后弹，就刚好扫到你哦。第12点。不规则的木材，还没有整平的木材，尽量不要使用圆锯机来操作。尤其是在重切的部分，如果你木头靠上去，它是会晃动的，那在切割过程中就可能会夹锯片。那这一块木材，这一侧很明显靠上去是不稳的，会这样左右偏，会这样子偏摆嘛？那这个就一定不能操作。那你如果要切，你也可以，你就选择这4个面可以2点接触的，像这样这个方向放上去，你前后压它是不会摆的，那就可以。那以这块木头来说，这一边是绝对不行嘛，那这里如果放上去是不会晃动，那就还可以哦。不过新手的话，操作这种不规则木头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哦。那尽量是使用平整、已经整理好的木材。哦，干，痛！痛！第13点，这种圆柱形或者是整棵原木树，还是树形的那种木材不要上圆锯机。基本上只要会滚动，它没办法平稳的贴起台面跟靠板的物件都是不行的。尤其是重切的时候是特别危险。那如果是直径不大，那你放在这个横段推台，你使用 F 夹可以把它夹得很紧，那是可以。只是你真的要很确定它可以夹得非常牢，那你夹在推台上面切横段，那是可以操作的。只是一样，新手尽量不要这样操作
等你真的很熟悉圆锯机了，那再进行。通常这种圆形的木材要经过手压爆，至少把圆形木材整出2个平面，再上圆锯机操作，这才是比较正确的方式。第14点，锯片抬得很高做佛教的动作。那这个动作不是不行但是不建议新手操作，还有不建议一次就要把它切过。像这个高度就要建议分2至3次把它切断。那你可以先这个高度切1次，再抬高1次，再第3次，这样子分次做切断，这样一次的切削阻力才不会太大。切削阻力大的话，一个是推送的时候很危险，你要压很大力，同时接触的面积因为太大，那这个锯片也很容易过热。那如果它长时间在这个木头里面一直摩擦生热，这个锯片会在你切割的过程中变形，那你就会发现锯片开始摆，这时候就蛮危险的。如果发现这种状况，就是立刻停机。通常我建议的方式这个木头假设是8公分，我会抬到4公分，这个向切1次，切到一半，然后再反向再切一半去把它切断。当然这样子一次切断这个切面会比较漂亮，因为比较不容易有断差。抬到一半的状况下，有时候你如果锯片没有很垂直，靠板没有很垂直那上下各切一刀，中间就会出现很明显的断差不过这样相对是安全很多了。进行这种操作的时候，一定就是使用推把。第15点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度的自信。就我的经验都是老手才会受伤因为学久了就容易疏忽，对自己过度有自信，在切割的过程中只要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受伤。像我在操作的过程，我都是尽量使用辅具除非我很确定这个操作安全，那我徒手才会去做徒手操作。这种机器操作的过程中，危险的发生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是快到你根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保持一个敬畏的心态是很重要的那使用机的时候，你也不要过于急躁为了讲究效率，我们当然要尽量提升我们的速度可是有时候快反而是慢跟我们在做细木工的时候道理是一样的，越急躁就容易出现错误那这个心法一样适用在使用机器上面只是在机器上面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那就会导致你的受伤以上15点就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能避免在使用圆锯机上造成的一些危险那你如果真的很怕机器，那也没关系，可以去上我的木匠学院线上课程。那这个课程是教你在家使用木工手工具，就可以学习制作榫接家具。那我的课程非常的丰富总共有80多堂课。你只要学会课程内所有的技法几乎你所有的家具类型都可以做出来。那有兴趣的朋友就在底下资讯栏点击资讯栏连结去看一下我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那最后别忘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吝啬给我点赞分享，那也可以留个言给我个鼓励。那你如果有什么想补充的，你可以在底下补充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圆锯机的操作危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